這是不可能跨越的紅線。維持2戰之後的世界秩序，日本始終是會被美國給駐軍的。中國看到的其實是你作為一個美國駐軍的被控制國，你無權跟我在那邊大小聲，尤其涉及台灣問題。更多的破鏡，更多的摩擦，你不道歉，那就抱歉。日前，中國海軍遼寧舰航母編隊在公国海峡以東海域正常組織艦載戰鬥機飛行訓練期間，日本自衛隊飛機多次抵近中國海軍訓練海空域滋擾，嚴重影響中方正常訓練，嚴重危及飛行安全。日本，你說我恐嚇、照射、威脅你，你怎麼不說你到公海來照我？你來公海照我，我照你又怎麼樣？我就是來驅趕你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段的這個整理啊。4月12日7日早上好，今天我們先從日本入手，就当前熱度颇高的關於我人民海軍超百艘戰艦在東亞海域密集部署的消息做個簡單的驗證更新。據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於12月6日晚發布的最新通告顯示，12月5日下午20時至12月6日上午7時，包括一艘05達區和2艘05-2B型導彈驅逐艦在內的我人民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從琉球群島，也就是日本所謂的宮古島和沖繩島之間的水域向東南方向的太平洋海域浩浩蕩蕩的駛去。期間，日方確認遼寧艦航母上的艦載戰鬥機和直升機進行了起降訓練。其中通告顯示，這艘05大隊的舷號是101，也就是人民海軍05型導彈驅逐艦的首艦南昌艦。另外還包括117西寧艦和124開封艦2艘05-2B型導彈驅逐艦。幾乎同一時間，日本防衛省還發布了另一個通告显示，在12月5日下午3時許，我人民海軍103安山號驅逐艦、54701號導彈護衛艦以及902綜合補給艦東平虎號正從太平洋方向橫穿沖繩島與宮古島之間的海域駛向東海。同時，日方稱這支艦隊是以上月11日相當超過大隅海峽的同一批艦隊，意味着目前我軍這支艦艇編隊應該是結束了此前的訓練任務，返回休整或重新部署。這裡比較有趣的是，我軍來回橫穿宮古島和沖繩島，正好與日媒在12月5日左右報道的日方目前正增加西南地區的軍事部署，特別是推進所謂沖繩島15旅團升級為師團的擴軍計劃的報道時間完全吻合。而且日本是指控中國大陸進行所謂的威懾，中國軍機啊雷達照射日本 F-15啊，有分析認為啊極具挑釁。什麼叫做雷達照射呢？雷達啊分成2種，一種叫火控雷達，另外一種呢叫做偵察雷達。偵察雷達的話呢，一般就是說我就掃描你在哪裡，這種雷達就很正常嘛，就打開之後呢，反正大家互照嘛，啊你在那裡，我在這裡啊，就是一個偵察用的。火控雷達就很嚴重了，火控雷達有很強的雷達指向性，也就是說我鎖定你，它的安全系統會跳起來說你被鎖定的一個訊息。日本防衛省罕見的呢召開臨時記者會，公布呢日本近海呢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上的起飛戰鬥機呢，昨天2度对日本自衛隊軍機進行雷達照射哦，這是日本防衛省首次公布自衛隊軍機照射中國軍機雷達照射啊，這如同了拔刀亮出刀刃的高度挑釁行為啊。根據防衛省，在下午的4點32到35之間呢，遼寧號所起飛的歼15戰機哦，這邊也講一下歼15戰機是什麼特質啊？它是指重型艦載戰機，它類似那種航天炸彈飛機這種概念啊，就是它可以帶很多的武器。那對上 F-15戰機呢，進行了間歇性的雷達照射，在6點37到7點8分，另外一架 F-15戰機也遭到中國軍機的間歇性雷達照射，而且歼15啊就是遼寧號的主力戰機啊，連續2次的雷達照射呢，均探測雷達照射信號，而且呢，當時2機之間的距離啊，在肉眼可見的範圍內。那自衛隊的戰機呢，跟飛行員沒有受到損害，廢話，他只是照你一下而已啊。小泉進次郎呢，在凌晨啊召開臨時記者會啊，這個呢其實是有影片的哦。中國軍機による自衛隊機のレーダー照射事案についてご報告をいたします。レーダー照射は2回ありました。第1に12月6日土曜日16時32分頃から16時35分頃までの間に沖縄本島南東の公海上空で。好像強調自衛隊始終遵守國際法，但是架不住你們首相不遵守國際法。那你自衛隊真的遵守國際法嗎？你把出雲號航母改成可以有艦載機的航母是遵守國際法嗎？出雲級直升機航母本來是所謂的反潛航母，要用直升機來反潛，就現在改成可以起 F-35啊？請問是遵守國際法嗎？架不住你們首相嘴巴管不緊嗎？第一の事案とは別の航空自衛隊の F-15戦闘機に対して執行什麼任務呢？其實就是執行監視遼寧艦起飛作戰的任務。當你逼近，那我為什麼不能逼近你？你說這已經是在你的領海之外，我可以自由演訓嘛？レーダー照射を断続的に行う事態が事案が発生しました。今回のレーダー照射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事案が発生した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那另外要求中方徹底防止此類行為再次發生。我跟你講，絕對會再次發生。中國側には強く抗議し、再発防止を嚴重に申し入れました。なお、自衛隊機及び隊員に被害はありません。他說，你堅決的行動守護我國領土、領空、領海的安全。但事實上，因為演訓的地方屬於公海，所以事實上跟日本人並沒有關係。只是因為呢，大家也知道各國會劃定防空識別區嘛，所以在防空識別區之內，根據日本自己的規範，他就必須就監視跟報告。所以呢，這一次啊，日本的統合幕僚監部其實是放出很多的消息的啊。詳細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の後事務方からブリーフィングをさせ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這是剛才所講的遼寧艦怎麼行走的呢？這個是日本沖繩本島哦，就是琉球本島啊，宮古島在這裡，琉球大島在這裡，它就是從哪裡穿越呢？就是從東海這邊出來的。這個是第一島鏈嘛，這個島鏈最大的破口就是在琉球島跟宮古島之間，從這裡穿越。所以呢，這個是完全是公海狀況。他自己畫的臨街區跟所謂的領海，這個大圈是什麼？這個叫做專屬經濟海域，是日本人畫的。所以那個呢，12月5號下午2點，遼寧號在這裡。然後呢，接下來啊，6號早上7點就已經穿越到這裡。然後6號、7號已經到了這裡來做演訓，也就是直接穿越你的第一島鏈，在第一島鏈的後方啊，相當於在這個位置啊，來進行所謂的演訓。這是第一島鏈嘛。那大家如果把這個拉大一點的話呢，這是所謂的第一島鏈。它從哪裡穿越呢？它就從這邊穿越到這裡。那是不是已經到了第一島鏈的後方？那這裡有個島，關島屬於馬里亞納群島的系統啊。所以關島在這裡，這相當於什麼？這個就是所謂的二島鏈。其實關島啊根本就沒有形成島鏈，因為這個島太小。你要是鎖住人家，你得先有島吧？你這個島那麼稀疏，然後呢，你還想鎖住人家？這是二島鏈啊。沿着太平洋海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之間呢，形成了所謂的第二島鏈的邏輯是這樣來的。這上面都有一些小島分布，最大的島是帛琉，這裡有一個科洛尼亞，這上面也有這個軍事基地啊。然後呢，再到這裡有沒有到關島？這是所謂第二島鏈。第二島鏈是根本鎖不住人啊，它本來就是第一島鏈的一個補充啊。它衝到這裡來之後，事實上就是給你釘在這裡嘛。那你說二島鏈要支援嗎？怎麼支援？所以呢，講到這裡啊，就大家就了解到說啊，這一次日本為什麼那麼緊張呢？因為啊，把炸彈卡車都拿出來盯着你看。從這裡來看，日本確實是緊張了，所以才有後續的提到說啊，日本那個強烈的抗議說這是超出安全飛行所需的危險行為。間歇性的雷達照射也代表什麼？你 F-15是來 watching me， 但是呢，我不是讓你 watching 的，而且是你先不能休怪我不義。所以你看央視的回击非常強硬。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新聞發言人王学蒙表示，日前中國海軍遼寧舰航母編隊在宫古海峽以東海域正常組織艦載戰鬥機飛行訓練，事先公布了訓練海空域。期間，日本自衛隊飛機多次抵近中國海軍訓練海空域滋擾，嚴重影響中方正常訓練，嚴重危及飛行安全。日本，你說我恐嚇、照射、威脅你，你怎麼不說你到公海來照我？你來公海照我，我照你又怎麼樣？你來公海照我，就是來驅趕你的。F-15是從日本飛過來做監視之用啊，殲15啊，那個是直接要來跟你對幹的啊。滾，就是把它驅趕。而且我認為下次照射會更長。上一次啊，我講這個中日爭端的時候，我們不是講到嗎？當時解放軍還在黃海演習，我就跟大家講說，黃海演習完，下一步就是去東海演習。東海演習之後就怎樣？就是橫穿島鏈演習。不要說我是預言家，看歷史歌啊，你一定會有所收穫。你看久就可以看出一條線，這叫做逐步升級事態嘛。然後再來就會出現迫近，這不就是一次迫近事件嗎？我開始威逼你了嘛。所以我上次講了嘛，黃海演習完換東海演習，東海演習完換成什麼？橫穿島鏈演習，再來就會出現迫近。你再不反應，那我會再進一步施壓，更多的迫近，更多的摩擦，因為這是個必然發生的狀況。你不道歉，那就抱歉。而且你既然還在與那國島繼續來擴展你自己的一個所謂的雷達陣地啊，或者是所謂的防空陣地等等。來，與那國島在哪裡？與那國島在這裡呀、啊，你自己看，這裡有個什麼？日本一個大型的軍事基地啊，陸上自衛隊與那國島屯地。最近他們嘛，把這很多地方啊重新開拓起來了。與那國島距離台灣有多遠呢？與那國島距離台灣本島只有100公里啊，各位，你還故意在那邊挑釁日本啊，就是不遵守戰後秩序嘛。OK， 所以照這樣的一個狀況啊，接下來大陸只會給他更多的壓力，因為你日本是完全沒有要下車的意思。那你既然不下車，那我就繼續往前啊。你不要以為你首相啊不講話，大家裝的沒事情啊。但是問題是，你的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還是每天要公布報告啊，不公布報告行嗎？你每天還是得公布什麼各種艦習的報告啊，告訴大家啊，今天啊遼寧艦去哪裡啦？他已經橫穿你的海峽，難道你不反應嗎？以前啊中蘇啊要打仗的時候，差一點打仗啊，當時呢就搞了什麼瓜生洞、廣積糧啊，3線建設。當年中國是這樣扛過來的。現在對付你日本，還有多少好東西沒拿出來？你自己日本要站到最前線的啊，那就休怪無理了。你又不講話，你又不道歉，你什麼都不改，裝死，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還有這種事嗎？裝死是改變不了既有現實的。這一次是到這裡哦，下一次會不會再往北走一點，到這裡演習？那在這裡演習的時候，如果這裡又有一支呢？因為你想湖北艦都出來了，會不會有更多呢？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新聞發言人王學蒙表示，日前中國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在宮古海峽以東海域正常組織艦載戰鬥機飛行訓練，事先公布了訓練海空域。期間，日本自衛隊飛機多次抵近中國海軍訓練海空域滋擾，嚴重影響中方正常訓練，嚴重危及飛行安全。日方有關炒作與事實完全不符，我們嚴正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污蔑抹黑，嚴格約束一線行動。以前日本人愛講假
咋講？現在抱歉，實力說話嘛，你自己要先挑釁我。雖然中方也是都抗議，但抗議的力道不會那麼大，而且呢，通常意義上見好就收，而且盡可能的怎樣遠離日本的本島進行所謂的演訓。之前演訓呢多次選在哪裡？這一次演訓在這裡啊，之前演訓的時候都就選在這裡啊，甚至橫穿第二島鏈到外面去啊。為什麼這樣做？其實邏輯也很簡單啊，因為避免被日本說話嘛。但是你日本人這一次啊，你自己來送頭的，那就沒什麼好說的啊。我跑到這裡，我下次可不可以再往前延伸？那如果我下次到這裡了，我只要在你的領海之外，我愛整演訓整演訓嘛。就在日本啊跟中國發生強烈爭端衝突的時候，你知道有一個人很嗨，你知道嗎？這是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龍呢，最近啊在中國大陸訪問啊。他去了四川啊，然後呢，看到前面這個大學生啊，湧簇啊，哇，好開心啊，瘋狂跑起來，一路狂奔啊，然後到處握手啊。中日正在激烈衝突啊，中國把航空母艦都開到日本外海去了。結果，同為五常之一的馬克龍，他到了中國大陸去接受大家的擁戴。哇，你看這現場啊，你看瘋了啊！大家是啊，去看稀有動物是不是？所以我說，這個世界正在改變。百艘戰艦呢穿琉球演習，日本震動這件事情，日本覺得很孤單，望向西方。川普不說話，馬克龍正在中國玩，被當成大熊貓一樣展示。哇，到四川大學啊，萬民湧動啊，各種奔跑狂奔啊，他是真的嗨啊！日本現在感受到什麼？感受到孤單的壓力。即便是綠媒啊，他只能講什麼？中國動作愈加囂張，日澳防長同意加強安全合作。好，我問一個問題啊，澳大利亞有什麼軍力啊？澳大利亞是連印尼都幹不贏，他是要什麼軍力啊？澳洲只要敢派軍艦去橫穿印尼島鏈，帶着武裝狀態的話，印尼就把它攔截了啦。請看地緣政治，地緣政治解決一切煩惱。在日本，日本和澳洲離多遠？這裡有個達爾文港，達爾文港是什麼？是澳洲北方的軍艦的主要母港哦，也是當年呢這個盟軍呢在澳洲最主要港。看到達爾文港到這個那霸哦，就到琉球就好了，直線哦，2000公里嗎？不，4300公里啊，從南半球直接跨到北半球。你日本找澳洲做聯合，你澳洲什麼東東啊？而且澳洲還黃了法國一單，對不對？法國要幫你造潛艇，你不要加入這個 AUKUS。但 AUKUS 現在到底建了幾艘船呢、啊？上次啊，中國軍艦呢055大區繞着澳洲走一圈，澳洲人一個屁都不敢放，所以這也就是陪日本人演戲啦，表一下心意啦。畢竟啊，澳洲在南半球沒什麼對手嘛，除了印尼之外啊，基本上其他都是小兄弟嘛，都是一些在海上就非常小的國家，那怎麼辦呢？澳洲畢竟稱為美國人在南半球的副警長，所以陪日本人演戲一下那是可以的。為了日本去得罪中國大陸，腦子有洞才會去做這種事啊！現在的澳洲政府又不是傻子，雙方在推進一項合約的簽訂工作，該合約將在本年度財年至明年3月前完成啊，旨在為澳洲海軍引進日本海上自衛隊最上級護衛艦的升級版。所以其實這就是一項例行性的合約啦，也就是說，澳洲之前呢有引進日本的最上級護衛艦，那為什麼要升級呢？廢話啊，不升級難道放着它爛嗎？當然不是嘛，肯定是要做升級的嘛。那目前他們引進的這個最上級，其實日本的科技軍力還是可以的，但是問題這個船哦，雖然叫不錯，那這個船能幹嘛呢？看起來很大的，對不對？它是什麼？3900噸，滿載是5500噸哦，長噸3800，我們就先算4000噸級的好不好？4000噸級的船艦，0055除以2啊，這個船可以幹什麼？它的垂發有幾個啊？2具8單元馬克41垂發系統，什麼垂發？就是這個導彈咻。那個這是海軍真正的戰力，因為現在都是超視距外作戰。就說了，我的飛彈一定不是看到你才按鍵吧？現在誰跟你按？你一定以為是大炮台時代啊？不是嘛？那麼搞笑，所以誰垂發多誰就贏嘛。2具8單元馬克41加起來16個垂發，那簡直是侮辱人吶！055是12000噸級啊，萬噸大區啊，來給你看一下，一艘055它就可以打它幾艘了。不是說要炫耀或什麼，我們在講哦，問題從實處來，要從實處去。未來我們會講更多在軍武方面的內容，因為現在大陸正在把武器出海。8個單元的垂發有14個，總共前64後48，總共112個垂發單元。現在就是在比這個誰的垂發大啊！這船一看也知道比人家大多了。你自己看那個垂發那麼多，而且呢還配備神盾啊！重點是體系化作戰。所以我跟大家講啊，很多事情反正不管綠媒怎麼報啊，這重要嗎？啊，就是找了一張圖，然後讓大家覺得說哇，你看日本跟澳洲聯手遏制中國啊，遏哪裡？指哪裡？我看自己現在餓死還差不多啊！大陸海警的萬噸級的海警船呢、啊？那你說，哎，這個時候那川大統領不出來管秩序嗎？川
川普在忙什麼呢？川普沒有理日本啊，川普去呢領和平獎，因為啊，這個世界杯即將迎來史上最大的世界杯啊，就是第一個是擴編隊伍嘛，第二個呢是由加拿大、美國跟墨西哥聯合主辦。那這個是在加拿大、美國、墨西哥聯合主辦的時候呢，他們有一個抽籤的儀式，抽籤完之後，然後足協就頒了這個足協和平獎給川普啊，這簡直是我真他媽的太屌了，我真是服了，這可以這樣玩的哇！這川普特別開心，來有一個小細節給你看一下。好，再來哦，這個和平獎的設立完全是由國際足總主席，也就是這位他自己主張的，所以甚至發生了有足協的高層啊不知道有和平獎這件事，等到和平獎設立要頒給川普的時候，當然是要看報紙才知道。哦 ，Peace Prize 和平獎更扯是，你看那個 Peace Prize 這麼的金，這個漂亮的獎章，對不對？然後最好笑，你看這裡有一個，他本來是給他介紹，然後你看他这自己就拿了，川普真的很開心哦。我現在就要把他帶上，那本來他是要接過來給他帶上去哦，川普怎麼可能讓你把他帶上去呢？他根本不鳥你啊，自己帶就帶上去了，這讓我想到經典的那一幕，拿破崙接過皇冠之後，自己帶上，再給約瑟芬帶上。And you receive also, of course, a certificate which reads out, and I would read it out with your permission.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你看哦，我會給你一個證書啊，可是呢，還得得到你的允准啊。This FIFA Peace Prize Football Unites the World. So the FIFA Peace Prize is presented annually. 再來，這第一屆，然後呢，整個設立有沒有委員會都不知道，就1個月的時間就把它搞出來了。Who exemplifies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peace and 世界就是這麼魔幻。Through their notable leadership， 而且從頭到尾在拍馬屁哦，如此傑出的人，卓越的領導力、行動力。Therefore, FIFA, the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awards the 2025 FIFA. 哦，這裡有一段法文，是因為國際足總的，它是英法雙文做的他們的工作語言。Peace Prize. Football Unites the World to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recognition of his exceptional and extraordinary actions to promote peace and unity around the world. 12月5號正式頒發，你就想隔壁中日鬧成什麼個樣子了？其實我跟大家說啊，就是因為看到了，你看不管是法國或者是美國這樣的一個態度，中國有不逼近日本的道理嗎？有不壓迫日本的道理嗎？你的盟友根本就閃得遠遠的，根本沒人在理你啊！那另外呢，還有一個更深刻的點是在這裡啊，為什麼這一段時間呢，日本堅持不道歉、不撤回言論？這個其實背後有日本國內政治的需求，那也有美國給日本的一些暗示。美國的鷹派依然不希望失去日本這個在東亞的橋頭堡。事實上呢，中國也沒有要美國撤出日本，因為這也不現實。如果要維持二戰之後的世界秩序，日本始終是會被美國給駐軍的，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況。但中國看到的是什麼呢？中國看到的其實是你作為一個美國駐軍的一個被控制國或被支配國，你無權跟我在那邊大小聲，尤其涉及台灣問題，這是不可能跨越的紅線。你要先了解到這一件事情，因為中國大陸看到了整個美國戰略的後撤跟收縮。美國出版了最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這份文件裡面呢，全力貫徹美國優先沒有錯，但是它是要恢復西半球的霸權地位。這份文件裡面呢很長，但是你先看它的這個目錄啊，第一個是什麼 ？Instruction 啊，就是引言嘛。What is America's strategy？ 哦，我們的戰略，美國的戰略是什麼？但最後你看呢 ，The strategy 啊 ，Principles。主旨是什麼啊？未來是什麼？然後呢，它的分類裡面有看到西方的氛圍、亞洲、歐洲、中東、非洲，在這幾點裡面呢，它有特別提到，它要從中東往後撤，它要維持它作為西半球的霸主的位置，所以重申門羅主義啊，恢復美國西半球霸權地位啊，是整個的重點。全球軍事的存在，撤離近幾十年或這幾年中對美國國家安全重要性有所下降的地區，中東地區有所下降，所以為什麼以色列打不下去了？重新定義美國的戰略目的，過度干涉，全球化削弱美國，盟友占美軍便宜，國際組織侵蝕國家人權，每一個都是屬於戰略後撤的邏輯。所以你就想啊，為什麼他在全世界上寧願扮演所謂的調停人？為什麼川普急着要拿諾貝爾和平獎？這裡面固然有川普個人的欲望，但是也是貫徹他一個作為是西半球的霸主，但是我可以協調全球，因為我依然是霸主。作為霸主，我不用全球我都控制得老老實實的，但是我說話你要聽，因為我很強大，而且我在一個半球上我是徹底主宰。而半球之霸主在哪裡？美國距離亞洲、距離中亞是非常非常遙遠，但是呢，因
因為啊，太平洋很寬，但大西洋很窄。美國跟歐洲的距離，美國跟南美洲的距離，甚至是連在陸地上的，對吧？所以對美國來講，重點在哪裡？重點在歐洲跟整個南美洲地區，這是它的重點。你看，它可以在一個半球下把這些地方塞進去。所以為什麼美國很重視這些地方？它做半球之霸。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它並強調是一個扭轉錯誤的人。國際組織侵蝕國家人權，過去美國是用國際組織全球布局啊。我們想的三大美國霸權中啊，美軍，美國的軍事霸權，它要向後收縮；美金，美國在全球的美元地位，它不要再維持強勢貨幣，它希望美元適度的貶值。當你適度的貶值的時候，你就不可能作為強勢貨幣，因為全球化的美國只能是資金輸出國，不能是製造業的國家。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如果你變製造業的國家的話，你是輸出產品，而不是輸出金融資本。你要輸出金融資本，你的美元必須維持強勢啊，所以美元必須強勢，它才能在全球買，變成最大的市場。但一旦你開始搞製造業，你搞關稅壁壘的時候，美元必然削弱。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啊。他連美語都檢討，美語是透過什麼來擴散的？我說的這個不是語言哦，是語言文化霸權，是透過國際組織擴散，不管哪一種 NGO 啊，比如說呢，他搞了很多的這種 NGO， 比如說 INF 啊這種，但有些在金融方面的，但是他在話語權的定調方面，所以川普這個是要全面後撤。這也是大陸絕對看到的。你再看哦，美國真正想要什麼？保護主權邊界人民，全面控制移民，維持世界最強軍力跟核武，建立最強工業跟科技供應鏈，重建美國文化精神，就是反崛起運動，反 woke。你要全世界最強軍力與核武，就必須怎樣？強化自己的工業跟科技供應鏈。那請問，強化工業跟科技供應鏈，強化供應鏈這件事情，可以讓供應鏈外溢到1萬公里之外的地方嗎？有辦法嗎？當然是至少要拿一半回來吧。所以為什麼美國對台灣特別苛刻啊？一方面是賴清德這個廢物啥都談不了，另外一方面是台灣擁有全世界最強的核心的芯片供應鏈啊，所以為什麼要把供應鏈搬回去美國？不是搬回去啊，是移入到美國啊，因為我要建立最强軍事跟科技供應鏈。這也是為什麼他必須適度對中國讓步嘛，因為中國掌握了最強工業跟科技供應鏈裡面的維他命，那個就叫做稀土啊，稀土卡住了你的最強供應鏈跟科技供應鏈，而且不要忘了，現在的稀土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可能已經不是維他命，更進一步強化，它可能是工業裡面的血液。以前我們講工業的血液是什麼？是鋼鐵、是銅、是鋁這些大規模的這種金屬。稀土現在在整個軍事工業、先進工業、先進製程、科技供應裡面，它已經起到關鍵性作用。少了稀土，你造不出性能好的東西啊。所以稀土過去叫維他命，我認為未來會成為血液啊。你沒有稀土，你架動不了，你知道？因為隨着科技越來越走向高精尖，你的材料學必然要有所提升，不能在過去鋼鐵就是鋼鐵，沒在管它的。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次我把這個串在一起講。西半球阻止中國、俄羅斯、伊朗滲透，控制非法移民，打擊毒梟，強化經濟合作。為什麼宰制拉美那麼重要？因為門羅主義又回來。我之前說過嘛，這一份報告出來之前，我就說美國短不到300年歷史啊，它只有3板斧啊，又再次被我預言中了。第一，美國歷史上啊就3招嘛，第一招叫做門羅主義啊，不夠強大的時候關起門來搞自己的，叫門羅主義、孤立主義。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第二搞什麼？門戶開放嘛，你不夠開放我就叫你開放。所以呢，門戶開放的全球版本叫做什麼？叫全球化。门戶開放的地球最終版叫全球化。這第二招。第三招叫什麼？就打不過就加入它，打得過就碾壓。美國歷史上經常是打得過，但有沒有打不過的時候呢？也有啊。美國在19世紀的時候也不是一帆風順，是不是？還有什麼？打不過蘇聯啊。當時蘇聯輸光沒手時代，美國怎麼幹？犧牲盟友拉攏中國。之前其實我跟王立本老師出過中蘇交惡了嘛。打不贏蘇聯怎麼辦呢？越南打不贏怎麼辦呢？很簡單，放棄盟友，拉攏他。拉攏誰？打不過中國就拉攏中國。打不過就加入，所以什麼聯中制蘇啊？這不是最經典的橋段嗎？打不過中國，想要聯俄制中，但俄國對他的威脅更大，因為打到歐洲門口了，所以呢就聯中制蘇嘛。那現在發現俄國碾壓烏克蘭怎麼辦呢？聯俄制歐嘛。所以你看一戰、二戰，我都先看風向，看完風向之後我就決定了，一戰也不是第一時間加入，二戰也不是第一時間加入。美國總是姍姍來遲，想要占有最大的利益，這是他們國家的常態，歷史的常態是跑不了的嘛。那其實中國大陸看得很清楚啊，哇操，你搞 G2，那這事情就好解決了，對吧？對，為什麼剛才講了那麼多啊？很簡單啊，事情一點都不難解，因為中國大陸已經看清楚美國的意圖。如果要找全世界上啊最懂美國的智庫啊，最懂美國的團隊啊，除了美國自己之外，甚至可能超越美國自己，最懂川普的是誰？就在北京。北京的決策層是最懂美國人要什麼，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一次你看到當航母大咧咧的穿越了第一島鏈，跑到九州的南部在演習之後，一定會到什麼？到京都、到東京都有可能。這個時候我們卻看
看不到美國對日本的積極反應，日本好像好孤零零好可憐，搞了老半天之後，澳洲跟他假裝回應一下。中國當然是不會跟美國搞 G2 啊，但是演戲總得演嘛，演的跟你像在搞 G2 嘛。所以為什麼10月底提前見了川普？為什麼明年4月要見，明年10月再見？然後呢，時隔1個月，在11月的時候就打電話？為什麼 G2 跟 C+N 嘛？所以中美之間呢，很明確，我也沒有要叫你美國把軍隊撤出日本，反正你總能牢牢控制日本。我不需要你撤出日本，但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訴你，既然你要搞門羅主義，我雖然不會放棄我拉美的盟友，但我也不會在拉美給你搞駐軍搞什麼的。但是 G2 有個先決條件，誰家門前誰家搞，日本在我門前啊，抱歉，只是中國還有一個 C+N 的策略，所以呢，美國是什麼赤裸裸的 G2， 美國是 G2， 他要當 No.1， 中國是 G2， 我要搞 C+N， 這是不一樣概念。G2 的話2強，全世界只有維持2強，然後呢，美國要世界第一，怎麼說行啊？我也沒有跟你爭世界第一，那我要搞 C+N 什麼？中國加上全世界的多極，這不是陸權時代的終止，因為陸權時代從來沒有終止，海權時代也從來沒有終結，海權一直是從18世紀、19世紀以來的主體，只是陸權的再開啟跟海陸兩權的再平衡。美國去搞拉美啊，雖然是海權來控制啊，但事實上也是陸權的延伸啊。中國大陸呢，搞定了整個周邊啊，所以為什麼中方不可能對日本退讓？除了帶賞相車把門焊死之外，日本動台灣，這個就是挑戰 G2 格局。為什麼美國基本上對日本這一系列行為基本不出聲？他也在看嘛，你中國能搞定日本是你的本事嘛，但是我也不會挺你日本啊。還有在日本駐軍，日本就是我控制的，安全事務上我也不會徹底的放棄。可是呢，日本如果太出頭，那你們自己去解決。所以這裡面是很複雜的。